您從這個按摩穴位到根據醒來的時間來針對性的調理，再到呢泡腳、做好放鬆操，尹醫生的這一套睡眠自助3部曲啊，真是从外到內、由靜到動的都考慮到了。尤其是您說的那個搖籃式啊，我們也叫嬰兒式。我當時練瑜伽的時候就特別喜歡用這個動作，就躺在那裡去搖，真的是非常的放鬆，也非常的這個神清氣爽。感覺呢，光是聽您這個描述啊，我就覺得已經非常放鬆了。对，需要一個放鬆的狀態。那麼這些方法呢，組合使用呢，我相信可以幫助到很多的朋友改善您的睡眠質量。那尹醫生呢，我們剛才也談到了這個識別和調理。俗話說呢，是防大於治。對於還沒有嚴重失眠或者經過調理好轉以後，希望呢以後能夠長期保持這種良好的睡眠的那些朋友呢，那您對他們還有些什麼樣的這個建議呢？還有呢，就是我們知道，就是這個生活方式呢，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麼相對於睡眠來說，是不是也有一個睡眠友好的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呢？主持人的这個問題啊，其實問得非常好啊，也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把穩健的睡眠質量啊，給它固住，不讓它再一次的離開。好吧，這離不開堅實的生活方式。我們把它總結為幾個關鍵的環節啊，大家可以看作是為睡眠這座大廈夯實了地基啊。我們第一塊基石呢是穩健的生物鐘，固定的作息，這是所有建議中啊最為有效的一條啊，盡可能每天啊在一個同一時間上床睡覺，在同一時間起床，包括周末和節假日，特別是起床的時間要盡量的固定，這相當於每天啊都在體內的生物鐘啊進行了校準和強化。我建議啊，我們中老年朋友啊，晚上10點至10點半左右就要準備就寢啊，早上6點至6點半起床啊，即使前一晚沒睡好，早上到點也要起床啊。白天避免長時間補覺啊，午休啊要控制在20到30分鐘以內啊。對您說的這一點啊，我真的是深有感觸。有的時候周末一放鬆下來吧，一睡懶覺，周日的晚上呢，往往我就睡不着了。是的，所以呢，我們要把作息的時間呢固定下來，就是給身體最明確的信號。第二塊基石呢是優化的睡眠環境啊，就打造一個睡眠的聖殿。我們的暗度啊，比如說臥室啊，要盡可能保持黑暗啊，避免透光的一個窗簾，或是移除啊所有發光的小電器啊，充電器啊、路由器的指示燈啊、電視的小指示燈都可以。黑暗的環境啊，能有效的促進大腦分泌黑色素，這是誘導自然睡眠的關鍵激素。其次就是安靜啊，減少噪音的干擾。如果睡眠環境噪音不可避免，也可以嘗試用白噪音如風扇聲漸漸的與低聲來遮擋突兀的聲響營造穩健的和穩定的聲音背景溫度與通風也很重要，保持我們室內的通風涼爽室溫呢在18度到22度之間是非常的適宜。涼爽的環境有助於身體核心溫度的下降，這是啟動睡眠的一個生理信號功能純粹。強化床就等於睡眠的心理觀點，盡量不要在床上看書看電視刷抖音、玩手機或處理工作，只要大腦一接觸到床，就自動切換到休息這樣一個模式。尹醫生，您剛才說的這一點呀，我真的特別的有共鳴啊。很多的朋友呢，平時上班都挺規律的，一到周末呢，就想好好的補個覺吧，結果呢，一睡就睡到了中午，結果周日的晚上呢，就開始失眠了。是的其實呢，這就是您的生物鐘呢被打亂了。所以呢，您這裡強調的固定起床時間真的是非常的關鍵哈。哪怕前一天晚上咱睡得不太好，早上也得按時起來，這樣呢，身體才能重新的去校準節奏。對咱們中老年朋友來說呢，這其實是最省錢也最有效的助眠方法。沒錯，其實呢，我們還有更多的方法
比如睡覺前啊，我們減速啊這個緩衝帶，建立一個放鬆的啊這樣的一個儀式。睡前60到90分鐘，應該有意識的從白天的活動啊切換到我們夜間休息的狀態。睡前1個小時啊，停止高強度的腦力思考或活動，對工作探討，可以完成洗漱啊，準備次日衣物等等循序漸進的事物。睡前的30分鐘，我們進入深度的放鬆階段，可以聽聽舒緩的輕音樂，以及進行緩慢的拉伸，如瑜伽的嬰兒式啊，練習腹式的深呼吸。吸氣時呢，腹部鼓起啊，呼氣時呢，腹部要收縮啊，節奏放緩，或者閱讀一些輕鬆非情節類的紙質書籍啊。關鍵的限制是睡前1小時要遠離電子產品啊，遠離手機、平板等等啊。這些電子設備呢會發出藍光，會顯著的抑制黑色素的分泌，干擾生物鐘啊，很重要。第4塊基石呢是合理的日常的活動啊，比如說蓄積睡眠的动力我們的晨光療法啊，早晨醒来之後盡快的拉開窗簾啊，接觸自然光15到30分鐘，這都是重置生物鐘最強有力的信號。充足的活動啊，白天呢要保持一個身體活動和社會的一個交往，所以白天的清醒度和活動量直接關係到夜間睡眠的驅動力，但要注意避免過度的疲勞。尹醫生，您剛才提到了說這個白天的這個運動啊，是的。那麼晚上我們要怎麼樣的來選擇這個運動的時間呢 ？OK， 我們白天往往是保持舒適的身體活動和社會交往，白天的清醒度和活動量是直接關係到夜間睡眠的驅動力，但要注意避免過度的一個疲勞啊。我們在選時間上呢，也是下午4點至傍晚的7點进行適度的體育鍛鍊啊，如散步太極拳八段錦等等，是比較理想的過渡时間。此時的體溫是較高的我們運動後體溫下降的過程有助於誘發睡意應避免在睡前2到3個小時內進行一個劇烈的運動以避免交感神經過度的興奮尹醫生您講的這4塊基石我覺得是特別的關鍵。很多朋友呢以為睡眠問題呢只和晚上有關，其實白天的狀態對晚上能不能睡好影響是非常大的哈。是的，在這兒呢，我也給大家捋一下您剛才的這個建議。第一呢，就是早上醒來呢，要盡快的接觸自然光，這個時間呢是15到30分鐘為宜，是吧？這呢就是給生物鐘最強的開機信號。第二呢，就是白天的時候呢，要保持適度的活動和社交，這樣晚上才有足夠的睡眠的動力。第3呢，是運動的時間呢要選對，下午4點到傍晚7點最為合適了。睡前呢2-3個小時呢，盡量別做劇烈的運動，避免越練越精神。所以呢，總結一下就是白天多曬太陽，多活動，積累睡眠需求。傍晚呢，適度運動，利用體溫下降幫助入睡。晚上睡前慢下來，遠離屏幕，讓身心都放鬆。這是一個從早到晚的完整的這麼一個睡眠的管理鏈條，環環相扣。尹醫生，我這樣理解的對嗎？是的，我們幫大家調整這個認知就是減少焦慮打破失眠的恐懼。很多朋友都有失眠的問題後續呢會演變成對失眠本身的一個焦慮和恐懼。我們一到床上呢就擔心今晚能不能睡着結果呢越擔心越清醒合理的預期，中老年人睡眠時間是需求減少的睡眠連續性可能不如年輕人，只要白天精力充沛不必強求必須睡足8個小時我們應用20分鐘法則就可以了。如果躺下後超過20分鐘仍無睡意，可以起床離開我們的卧室到另一個房間做一個單調的輕鬆的活動比如翻閱一些不太吸引人的雜誌直到呢感到有睡意再回床，這都有助於切斷床等於清醒焦慮的負面聯繫。
其次呢，要坦然的接受理解我们夜间短暫的清醒是正常的一個睡眠現象我們醒來後呢，也不要看時間，也不要開亮燈做幾次深呼吸，告訴自己這是正常的現象放鬆身體，睡意往往會自然而來。